提起王一博，现在这帮年轻人里，估计真没几个不认识的。前阵子这就是街舞第5季总决赛那晚，他又把场子彻底点炸了，带着一帮国家队主教练一点点抠出来的 Breaking 阵容，一曲 One Love 直接掀翻屋顶。原汁原味的街头 Cypher 一开，那些 Power Move 的爆发力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地板在震。节目刚播完，王一博街舞决赛又来擦地板了，这条热搜就嗖往上窜，短视频播放量眨眼破了8000万。说实话，这热度高的有点离谱，但仔细想想，人家凭的是真本事。现在这圈子靠脸吃饭的不少，靠话题炒作的更多，可他偏偏选了最笨的一条路，用身体和汗水说话。每次看他跳舞，我总觉得他身上有种特别纯粹的东西，不是那种精心设计出来的人设，而是10几年如一日，把热爱熬成肌肉记忆的踏实感。你看他台上那个劲儿，就知道这光鲜背后藏着的绝对不是运气，是实打实的硬功夫。在这个人人都在追逐短平快爆款的时代，他反而愿意用最原始的方式去证明自己。这种反差，恰恰是他能一直留在大众视野里的底气。可谁能把台上这个光芒万丈的顶流，跟13年前那个孤身飞往韩国的13岁小孩联系起来呢？13岁啊，按理说正是被父母护在羽翼下的年纪，他却已经一个人拖着行李箱，扎进完全陌生的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连点份外卖都磕磕巴巴，每天训练从早上9点死磕到凌晨4点，全年无休，膝盖积水，声带小结，这些词在他那儿就跟感冒发烧一样平常。乐华老板杜华后来都忍不住感慨，带过那么多练习生，只有王一博，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一句，永远是闷头练，咬牙扛。我每次读到这儿，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。我们总爱说天才少年，可哪有什么天生自带光环，不过是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，把疼痛咽下去，把汗水砸在地板上罢了。那种能吃苦的劲儿，根本不是后天逼出来的，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。现在的娱乐圈太快了，3天不出作品就容易被遗忘，但他偏偏用12年的时间，把慢和稳走成了自己的护城河。这种长期主义，在流量至上的年代，简直像一股清流，看着就让人踏实。他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是热搜上的数字，而是你愿意为热爱付出多少无人知晓的沉默。说实话，这年头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了，大家都想走捷径，他却偏要绕远路，结果呢，反而走得最远。你想想，这得多大的定力。话说回来，从 UNIQ 的竹林舞一路走到今天，这12年，他没靠绯闻炒热度，也没在综艺里硬刷存在感，就是老老实实用作品敲门。拍热烈那会儿，为了把街舞少年陈硕演活，他直接推了所有商业活动，闭关大半年，天天泡在舞房里死磕8个小时，动作卡壳了没关系，连续练3天3夜，膝盖青的发紫也不喊停。拍到后来实在疼得走不了路，医生打了封闭针，他转头又进了片场。黄渤导演后来评价他，说他对自己要求高的吓人，能吃苦，而且认真到近乎偏执。说实话，现在这影视圈愿意为角色脱层皮的演员真不多了，很多人更擅长用滤镜、用替身、用营销号铺路，但他偏不，他宁愿把那些时间拿去反复磨一个镜头，也不愿意敷衍自己，敷衍观众。我总觉得这种死磕背后其实是一种对职业的敬畏，他不是不知道捷径在哪，只是不愿意走。他把演员这行当成了手艺活，一凿子一凿子的刻，哪怕进度慢点，也得保证每一刀都落在实处。这份清醒比什么爆红都来得珍贵。它让我们看到，流量可以买来一时的关注，但只有作品能买来长久的尊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观众其实挺精的，你是不是在糊弄他们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他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干脆不玩虚的，把时间花在刀刃上，比什么都强。除了舞台和片场，这2年他又给自己解锁了个新身份，职业赛车手。2025年正式下场，满打满算才1年多，6次参赛，6次站上领奖台。今年4月的 China GT 上海站，5万张票提前45天就秒空，现场那一片绿油油的应援海，硬是把一个小众赛车场变成了万人演唱会。网上肯定有人酸，说他就是玩票，靠名气撑场面。可你要是真去赛道边蹲过2天，就知道这话有多离谱。人家每天天不亮就去练车，一直泡到晚上，双手磨出的后茧一层叠一层，
赛车手套换得比衣服还勤，排位赛掉到第24，没关系。正赛一开，弯道超车跟猎豹扑食似的，最后硬是把 GT3AM 组的冠军奖杯捧了回来。站上领奖台的时候，别人都在激动落泪，他就淡淡来了句还要继续练。我每次听他说话都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没有狂喜，没有炫耀，就是一份我知道自己还不够的平常心。跨界这事儿最怕的就是浅尝辄止，但他偏偏把赛车当成了另一场修行。赛道上的风驰电掣跟他跳舞时的控制力、演戏时的专注度其实是一脉相承的。他不是在玩票，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对极致二字的执念。这种把爱好当成专业来死磕的态度，恰恰是当代年轻人最缺的行动力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非要去跟赛车较劲，但偏偏就是这种较劲，让他活得更像个人，而不是个流水线产品。挺有意思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，感情生活却一直保持着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。3个月前，有记者拐弯抹角问他结婚的事，他一句太遥远了直接上了热搜。最近上线的户外纪录片《探索心境2》里，除了攀岩、骑行这些硬核日常，也再次把他对婚姻的态度摊开了说。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身份和状态，如果贸然结婚，只会让对方跟着受委屈，被放大镜审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先把全部精力投给自己热爱的事业。这话一出，网友直接刷屏人间清醒。我挺认同这种看法的。在这个动不动就历练爱人设、靠 CP 感炒热度的圈子里，他敢于承认现阶段给不了普通人想要的生活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坦诚。很多人到了他这个年纪、这个位置，早就被世俗的成家立业时间表推着走了，但他偏不按常理出牌。他不是排斥感情，而是懂得边界感，知道什么时候该专注什么。这种清醒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对自我和他人负责的成熟，把热爱排在日程表的第一位，不为了迎合期待而妥协。这大概就是他能在喧嚣中始终保持节奏的秘诀吧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进度条从来不是别人设定的，而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。有时候想想，现代人太容易焦虑了，总怕落后，总怕错过。可他倒好，按自己的表走，反而走得挺稳，挺让人佩服的其实吧。王一博这种特立独行的底色，早就写在他的童年里了。9岁那年生病住院，百无聊赖盯着电视看，偶然瞥见一场街舞比赛，当场就被点燃了，回家就缠着妈妈要报班。最后是他姥姥看不过去，说了句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吧，这才松了口。6年级查出心肌炎，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能剧烈运动。可等身体刚缓过来，他第一件事就是跑回舞房，疼，硬扛。5年级开始，父母工作忙，他一个人包揽了热饭、看病、做家务的所有琐事，早早学会了把责任往自己肩上揽。你看，这哪是什么资源咖的剧本，分明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靠自己一步步趟出来的野路子。我每次看他早期的采访，都觉得他身上有种特别原始的韧性，那种只要我认准了，天塌下来也得自己顶着的倔强，不是后天包装出来的，是生活一点一点磨出来的。现在很多人总抱怨环境限制了自己，但他偏偏在资源有限、身体抱恙的情况下，硬是把热爱当成了破局的钥匙。这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独立和要强，让他无论跨进哪个领域，都自带一股不做到最好不罢休的狠劲。他无声地印证了一个道理，真正的自由，从来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是有能力为自己选择的路负责到底。这话听着有点大，但放在他身上特别贴切。如今的王一博依然保持着对事业的极致较真。新电影虽然还没官宣定档，但路透照已经满天飞。跟组的工作人员私下透露，他在片场就是个细节控，每个镜头都要反复打磨，能不用替身就绝对不用。哪怕吊威亚摔得青一块紫一块，也从来不在镜头前卖惨或抱怨。说实话，现在这行当愿意亲自下场拼命的年轻演员越来越少了，毕竟有专业团队兜底，何必自己冒险？可他偏不，他觉得镜头是有记忆的，你糊弄他1分，他就还你10分。我特别欣赏他这种反流量的做派，在大家都追求出圈、爆款话题度的时候，他反而退回到最原始的创作逻辑里，把戏拍好，把动作做对，把角色立住。他不靠热搜维持热度，也不靠营销号巩固地位，就是靠一部部作品、一场场比赛、一支支舞蹈，一点点把口碑垒起来。这种踏实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
简直像一块压舱石。你知道他可能不会经常出现在八卦头条，但只要他出新作品，大家就会默认质量稳了。这种信任感是买不来的，是拿命和时间熬出来的。他提醒整个行业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真诚永远比套路更有穿透力。从练习室的地板，到赛道的柏油路，再到片场的打光灯，王一博这26年走得一点都不轻松，但每一步都踩得结结实实。他不像某些明星那样，急于在30岁前完成结婚生子加功成名就的标准人生模板，而是选择在自己的节奏里，把热爱的事情一件件做到极致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点安定下来，他笑笑说太遥远了。其实潜台词大概是，我现在的世界太满，太精彩，舍不得停下来。我总觉得这个时代太缺他这种热烈又清醒的人了。热烈是对热爱之事毫无保留的投入，清醒是知道什么该要，什么该放，不被外界的声音带偏节奏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，不刺眼，但足够明亮；不喧哗，但自有回响。未来的路还长，赛车场的弯道，舞台的聚光灯，电影的长镜头，都在等他继续往下走。而我们这些旁观者能做的，或许就是少一点苛责，多一点耐心，看他如何把这份不将就的人生继续写得漂亮。毕竟，在这个人人都想走捷径的年代，愿意慢下来、沉下去，把一件事做到骨子里的人，才真正配得上顶流这2个字。他不是靠流量推着走，而是靠热爱拉着跑。这大概就是他能一直站在风口，却从未被风吹乱步伐的真正原因。你看，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